军方开始克扣对石围岛的物资供应。684部队的伙食从最开始的参鸡汤变成了土豆汤，最后连土豆都没有了，队员只能和狗抢东西吃，或者进山去打蛇。冬天也几乎没有取暖的燃料。整整2年的漫长煎熬，684队员日复一日地进行毫无意义、依旧残酷的训练。重新做人的希望已经破灭，志气雄心演变成了愤怒和狂躁。有2个队员偷跑到附近的五一岛去喝酒，喝醉后强奸了五一岛的村女。一个队员长久以来积压的不满突然爆发，袭击了教官。这些人通通都被残忍地殴打处死。684部队只剩下24人。这时候的石围岛成了被外界彻底遗忘的角落，而留在岛上的人就像在养蛊，只有最冷血、最残暴的才能活下来。养蛊养到1971年，韩国政府终于换了届，新的一批决策者决定彻底解决684部队的问题。最初策划报复计划的金亨旭下台，684部队成了新上任的继任者最头痛的问题。他觉得这就是个烫手山芋，不，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继续养着他们，且不说耗物资、耗精力，一旦泄露了风声，自己将会莫名其妙地为金亨旭背黑锅，政治上彻底陷入被动。新的决策班子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得到了一个冷血到了极点的决定：毁掉一切痕迹。这个所谓的一切痕迹是不是包括人，我们很难知道当时的韩国军方到底有没有这样想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语焉不详的指示代表了很多含义，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总有一些蛛丝马迹能显露出平静的假象之下涌动的暗流。不仅是接到命令的教官，连684部队也感受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营房之中，队员在交头接耳，小道消息在传播。当毁掉一切痕迹这句话传到队员耳中时，每个人终于都心知肚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再有任何幻想了，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到最后，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要想不被杀死，除了杀死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没有任何出路。1971年8月22日的深夜，684部队熄灯后的营房里，24个队员在漆黑之中上演了什么样的争辩？最后又是谁拍板做出了事关生死的决定，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一定是脸上流着热泪，心中燃烧着怒火。8月23日清晨6时许，石围岛上最高级别的军官房门被悄悄推开，2条人影在地上无声前行，直到停在熟睡中的金纯雄面前。人影举起锤子，猛地挥下，带着长久以来的仇恨。金纯雄当场就死了，锤死他的是他一手锻造出来的杀人机器。反抗开始了。与此同时，营房外经过魔鬼训练的其他队员运用学习到的战略，兵分2路，一路负责用刀杀死执行监视任务的哨兵，用木棍和铁条杀死还在宿舍里没睡醒的教官。另一路则抢夺了岛上唯一的无线电台，切断通信，使外界无法知晓岛上发生的一切。完成杀死金纯雄任务的2名队员还获得了重大的战果，他们从房间里找到了枪支和弹药，分发给其他队员。枪声四处响起的时候，很多教官对此还是一脸茫然。有3个教官听到枪声时在上厕所，为了保命直接跳下粪坑。更多教官还没来得及拿武器就被干掉了，有人被打伤逃到山洞，次日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其余教官终于反应过来是发生了叛变，他们沿着山路躲到岩洞或者树林里藏起来。半个小时后，684部队全部参加行动的24人之中，以损失2人的代价成功抢劫了弹药库，夺取了机枪、子弹、手榴弹和炸药，杀死了岛上的18个教官。石围岛变成了684部队的天下，但这个罪恶的小岛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恨不得马上离开石围岛，然后呢，去朝鲜完成他们的任务。不，他们决定前往青瓦台，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去讨一个说法，
去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为国捐躯的烈士，还是人神共泣的怪物。如果他们是怪物，那么就找到把他们制造成怪物的人，让他来为这件事负责吧。汉江南岸首尔永登浦区如哀岛，如今坐落着韩国国会议事堂、国际金融中心商场和韩国3大电视台之中的 KBS 和 MBC， 是韩国政治、金融、娱乐中心。回到1971年8月23日，它是汉城首座机场的所在地，附近大放洞路段集中了许多韩国知名企业。一辆车牌号为5-1681的仁川线泰华客运公交车，正偏离了规定的驾驶路线，在飞快地行驶。上午8时许，22个队员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带好所有装备，以及视死如归的心情，利用橡皮筏求渡登上最近的武义岛，再乘坐渔船到达仁川松岛附近的海域。在松岛，他们被海岸警卫队拦下来，他们直接亮出降落伞形的标记，让海岸警卫队很迷惑。这群军服邋遢、眼睛却在放光的人，凶神恶煞，全副武装，但看起来真的就是当兵的，只得放行。海岸警卫队还是有点忐忑，于是向陆军报告，大约20名身着迷彩服、手持自动武器的士兵正在移动。下午13时，陆军试图进行阻拦，短短3-5分钟的交火之后，684部队就损失了3人，还剩下19人。但这支受过魔鬼训练的队伍连续劫持了2辆公交车，与当地警察展开了几场枪战。公交车被逼停后，684部队和警察在对峙，没有人能减缓他们的脚步，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地向汉城挺进。下午14点15分，仅用了大半天，他们就开着公交车闯入了汉城市中心，抵达大放洞3岔路口。这时候，他们距离青瓦台仅一江之隔，再往前开15分钟就能见到朴正熙。但天罗地网早已布下，汉城警署出动机动部队向他们开火，在强大火力的压制下，684队员的公交车被逼停了。公交车撞到分隔马路与人行道的2棵树上，车底恰好被栅栏卡住，刚一停下，前后立即都被武力包围。这时候，公交车上19个满身都是血和汗的队员知道，他们是走不到朴正熙面前了，他们是没法替自己和死去的兄弟讨一个公道了。原来的乘客也有7-8个被扣下来当人质，但队员随即释放了大部分人质，只留下3个平民。队员之中有一个21岁的半大孩子，叫朴基秀，他把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被放走的一对母子，拜托他们把信送到自己的亲人手上。信是这样写的：中清北道沃川郡沃川驿马岩里，我叫朴基秀，我19岁离家，我家里不知道我的信息，请给这个地址寄一封信，日后这封信将会刊登在报纸上。幸运的是，朴基秀的家人读到了报纸，他们找到报社，想了解朴基秀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人敢告诉他们，关于石尾岛的一切都将变成韩国政府最惧怕的禁忌之一。那一天的公交车上，硝烟味、血腥味、汗味混杂在一起，简直要令人发狂。余下的人质瑟缩在角落里，惊恐地看着这几个穿着韩国军服的队员。后来幸存的人质作证，子弹是先从车外射入的，这说明684部队没有滥杀无辜。虽然一路抢车，但他们和恐怖分子还是有所区别。他们也许被训练成了冷血的杀人机器，但那是国家的犯罪，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依然有一丝人性的亮色。又是一轮武力对拼，枪战期间有4个684队员弃车逃走，剩下的684队员与机动部队僵持着，他们要求与政府谈判，然而无人回应。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684队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许他们在嘲笑自己的命运，真的以为国家需要他们。正是这个国家用毫无人性的方式来摧毁他们的所有人性，告诉他们接受的这一切都是荣耀，忠于的是至高无上的信仰。可到头来，正是这份支撑他们熬过噩梦般数年生活的信念来源，把他们当作不想要了就丢掉的消耗品，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抹杀。
甚至没有人愿意出来承认他们，为他们负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调整期是不可能出现的，整个车厢弥漫着绝望。15个队员知道这就是他们生命的终点，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鲜血在车里最后写下他们的名字，那些即将要被污蔑、被抹杀、被禁止提起的名字。然后就像他们出发前说过的那样，那我们就自杀吧。下午2时40分，684部队引爆了每个人手里的手榴弹。一阵猛烈的爆炸之后，围上去的接通部队发现了18具血肉横飞、残缺不全的尸体，15个队员和3个人质全部死亡。在他们拔出手榴弹引信的那一刻，内心最渴望得到的答案，也许只有那一个问题：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可我们的国家爱我们吗？他们悲壮的结局没有得到证明。混战中汽车逃走的4个队员总算还活着，但他们也无法对外界发出声音。被捕后，他们被秘密审判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卑劣的军方害怕他们把石围岛的事情说出来，用放他们去越南战场的条件做交换，令他们放弃上诉。也不知道那本身就是欺骗的手段，还是上头认为将他们放逐会有更大的隐患。总之，这4人最终也没能去到越南。1972年3月10日，他们被枪决，然后秘密埋葬，确切地点至今未知。至此，从石围岛逃出的24人全部丧生。石围岛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第一反应是甩锅给朝鲜，说是武装间谍试图渗透。但很快，他们自己也发觉其中的风险，因为这么大件事，朝鲜不可能不知道。到时候深入一查，发掘出684部队成立的目的，很难说当时至少维持着表面和睦的双方会不会立马撕破脸，引发又一次韩朝冲突。2、3个小时后，韩国政府又给出新的理由：空军管控的24名特犯不满被隔离，开枪打死官员，集体逃跑，制造暴乱。还让空军参谋长下台，对公众做出交代，希望了结此事。没过多久，1972年7月4日，朝韩两国政府同时在平壤和汉城发表关于南北和平统一的联合声明。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政客达到了目的，石围岛的事件就这样被尘封。直到1999年，韩国国内形势的改变，终于使得前军人和遇难者家属能够开口讲述历史的阴暗面。电影《石围岛》的上映，韩国民众才发现，韩国政府制造过如此不堪的事件。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承认北派特工的存在。韩国政府首次公开北派特工的相关情况。数据显示，自1951年到1994年，韩国潜入朝鲜境内执行各种任务的北派特工多达 1.3 万人，其中近7800人死亡或失踪。第2年，韩国国防部颁布特殊任务补偿法，将在1948年8月15日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隶属于韩军情报部队并从事特殊任务或者接受北派特工训练的人员列入补偿对象，对于生还者以及牺牲者的家属给予对应的补偿。但是684部队的受害者依然不在其中，他们的荣誉依然没有被恢复，国家依然亏欠着他们。对这样的国家，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会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呢？我想起了其中一个队员的妹妹多年后哭着说出的一句话，她是在石围岛事件发生38年后，才终于知道哥哥死去真相的。对着哥哥的尸骨，她泣不成声地说：“哥哥，不要原谅这个国家，千万不要原谅这个国家。”这可能也是那些冤魂永远的怨念吧。